当伊斯兰革命卫队频繁刷爆各大新闻头条时，请大家不要忘记，革命卫队仅仅是伊斯兰革命后创办的独立组织。在革命卫队之外，伊朗还有一支完整的国防军。不过话虽如此如今的革命卫队海陆空三军俱全，尖端装备应有尽有。相比之下，国防部队倒像是一支偏师。不仅如此，革命卫队还控制了伊朗的军火工业，革命卫队的将领还占据了伊朗政府的许多要职。实际上，在伊斯兰革命爆发近半世纪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已经逐渐成长为伊朗政治版图上的一块关键拼图。伊斯兰革命卫队对如今的伊朗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事情还要从霍梅尼亲自创办这一组织开始讲起。1979年1月，前伊朗国王巴列维逃出伊朗。2个月后，伊斯兰共和国取代了之前的王国，伊朗局势大定。然而大权在握的霍梅尼却常常感到不安。伊朗伊斯兰革命后，霍梅尼掌握了宗教和政治权力，却唯独对伊朗的军队放心不下。这支军队最初起源于一战时俄国在伊朗建立的哥萨克师。1921年，他们发动政变，帮助哥萨克军官出身的里萨汗掌握政权。4年后，直接推翻自己的国王，把里萨汗推上王位，创建了后来的巴列维王朝。在巴列维王朝时期，伊朗国防军就很不安分。1953年，他们推翻了民选的摩萨台政府。1963年，伊朗发生反对新政的抗议活动，军队直接朝抗议民众开枪。霍梅尼本人也在这次动乱中被捕入狱。虽然伊朗军队在伊斯兰革命中选择了中立，但他们能推翻国王、赶走手下、镇压百姓，谁能确定他们不会把枪口对准自己呢？一想到这里霍梅尼就感到不寒而栗。然而，让霍梅尼为难的是，在革命刚刚成功的关头，他还不能对旧伊朗军队开刀。国王的势力尚未被彻底铲除，北边的库尔德人、东边的俾路支人都在搞分裂，国外还有美国虎视眈眈，这一切都要指望伊朗军队去应对。用又不敢用，拆也拆不得，那就只剩下了一个办法，在国防军之外建立一支只属于自己的亲兵。霍梅尼思量许久，决定从自己的支持者中筛选出一批武装分子。在革命时期，伊朗境内自发形成了不少支持革命的武装力量。这些武装力量中最大的有4支，分别是自由运动党组成的国民警卫队、巴列维王朝政治犯组成的伊斯兰革命卫队、7支队伍合并而成的伊斯兰革命战士、反犹势力组成的伊斯兰革命守护者。他们的政治目标各不相同，领导者拥兵自重，虽然想要把他们整合起来难度不小，然而他们如今在表面上都服从霍梅尼的领导，办成这件事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最终，霍梅尼的司机穆赫森·拉夫齐道斯特在关键时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新政府把4支武装的司令们叫到一起商讨整编事宜的时候，这些军阀为了自己的利益，都想着去跟霍梅尼讨价还价。这时，穆赫森直接指着他们喊了一句：“今天你们不同意合并，我就跟你们同归于尽。”几位司令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司机居然敢明目张胆地恐吓他们，一句狠话自然吓不倒这些一路打拼过来的大人物。但骤然发生的这一幕，让他们意识到了霍梅尼的决心和拒绝整编的后果，于是他们当场表示愿意接受整编。就这样，在1979年4月22号，伊斯兰革命卫队正式成立。5月5号，革命委员会宣布了革命委员会的存在。在创办革命卫队的主体之后，霍梅尼开始在法律上明确革命卫队的地位。当年12月通过的伊朗新宪法对革命卫队进行了定位。该宪法第150条规定，伊斯兰革命卫队必须捍卫伊斯兰革命及其取得的成就，应与其他武装力量共同配合，锻造兄弟般的友谊。虽然话说得好听，但这个条文暗藏玄机。兄弟一词代表着革命卫队与国防军同为正规军，他们之间不仅不存在从属关系，从地位上讲，革命卫队在创立之初就被拉到了和伊朗军队相同的高度。不过，今日的革命卫队虽然名震中东，然而革命卫队的崛起之路远非一帆风顺。成立之初的革命卫队还相对弱小，他们领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去北方平息库尔德人的叛乱，结果首次亮相就落了个铩羽而归，最后还是国防军去给他们擦的屁股。在初次登场就吃到败仗之后，霍梅尼彻底打消了废除国防军的想法。不过，革命卫队不仅没有因此受到冷落，他们的失败还让霍梅尼认定有必要将更多军队向这支部队倾斜。在霍梅尼的支持下，革命卫队的人数在1980年迅速从6000扩张到了10万，正式成为了伊朗内部一支不可小视的力量。两伊战争是革命卫队得以增强的下一个契机。因伊朗国防军在两伊战争中出现大量伤亡，1985年，霍梅尼借机下令在革命卫队内部成立海陆空三军。除此之外，革命卫队还有2个独立分支，即圣城旅和民兵组织巴斯基。
在他们之上有联合工作部负责制定和下达作战任务，在网上还有司令部负责统帅全军，最高领袖驻革命卫队代表处负责思想工作。80年代最高峰时，革命卫队有35万正规军，受其领导的民兵不计其数。时至今日，革命卫队的正规军数量已经精简到了15万上下，但其战斗力却有增无减。这支部队不但准入条件远高于伊朗革命军，还掌握着伊朗的大多数导弹、战机和军舰，实际上已经取代了国防军，成为了伊朗应对外部冲突时的主要武装力量。然而，越来越强大的武力只是伊斯兰革命卫队实力扩张的一小部分。在军事之外，革命卫队已开始进入伊朗生活的方方面面。2·1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战后，伊拉克因为还不起债，发动了对科威特的入侵，进而引发了海湾战争。而伊朗的经济同样停摆多年，国家元气亟待恢复。1989年，拉夫桑贾尼出任伊朗总统，他在任上专注经济，支持发展自由市场。在他的支持下，革命卫队迈出了下海经商的第一步。革命卫队开办的第一家公司是一家维修厂。此前8年的2·1战争中，革命卫队有大量车辆受损，他们用这家维修厂修复了数千辆汽车，节省了不少经费。尝到甜头的革命卫队随后开设了越来越多的企业，涉及的领域也从老本行延伸到了实业、金融、房地产领域。1990年成立的戈尔伯集团，其前身就是革命卫队的自足和重建总部。该集团现有4万员工，所涉行业囊括了工程建设、石油开发等。还有革命卫队间接控制的摩斯塔赞凡伊斯兰革命基金会，它掌握着伊朗1/4的流动资金，是伊朗第一大基金会。2005年至2013年出任伊朗总统的艾哈迈迪·内贾德曾是革命卫队成员，也是革命卫队的大贵人。他上任后，向革命卫队以及巴斯基组织控制的公司提供了一份价值70亿美元的天然气合同。从南帕斯气田到巴基斯坦边境的天然气管道工程也落到了革命卫队手里，价值13亿美元。而这2份高价值合同都没有经过竞标，但革命卫队的赚钱之路并未受到丝毫影响。不久之后，革命卫队成功收购了伊朗最大的石油公司东方基石，收购价格只有9000万美元。伊朗私有化委员会的报告显示，2006年至2010年，伊朗国有企业转移了价值700亿美元的资产，但其中只有13.5%流向了真正的私人领域，而剩下的那86.5%基本都进了革命卫队等机构的口袋。经过内贾德的有意偏袒，革命卫队已经掌控了伊朗的经济命脉。那个年代的沙特《中东报》曾对革命卫队的资产进行过盘点，包括560家境外企业，伊朗57%的出口，30%的进口。就连一向与伊朗为敌的美国人也对革命卫队的家底羡慕不已。华盛顿邮报把革命卫队称为世界上最有经济头脑的军队之一。而革命卫队之所以能在经济上大获成功，根源其实在于他们对政治的深度介入。前面已经说过，2005年上位的伊朗总统内贾德就是前革命卫队成员。然而，革命卫队在政治领域的布局远不止于此。1989年，霍梅尼去世，哈梅内伊成为新的政教领袖。霍梅尼在遗嘱中告诫革命卫队和国防军，只有远离政治，才能够保持和维护军队的强大，免遭内部争吵和分裂。再三强调军方不得干涉。然而，说话容易办事难，哈梅内伊威望还不足以服众，也不得不依靠革命卫队的力量。最终结果就是革命卫队前脚送走霍梅尼，后脚就在伊朗革命通讯社上发文强调，不能剥夺革命卫队的政治和思想信仰。在前总统拉夫桑贾尼在任的那8年，革命卫队忙着创收，即便拉夫桑贾尼一度切断了革命卫队与巴斯基的从属关系，卫队与政府的关系也还算融洽。可1997年就职的伊朗总统哈塔米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上任后提出伊斯兰民主模式，主张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直接触碰到了革命卫队的底线。革命卫队把他称作伊朗的戈尔巴乔夫。1999年7月，伊朗爆发大规模学生抗议，24名革命卫队军官给哈塔米写了一封联名信，表示我们的耐心已经用尽，我们不能容忍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了。哈塔米和革命卫队本该势不两立，可偏偏2000年以前接连有几个伊朗政治领袖遇害，幕后黑手直指情报与国家安全部，哈塔米不得不倚仗革命卫队来制衡这个部门。面对革命卫队的起点输出，哈塔米只能听之任之。2003年，革命卫队的候选人在地方议会选举中狂揽大量席位，1年后，革命卫队在国家议会选举中拿下了全部290个席位中的80个。又1年后，革命卫队直接把卫队老兵内贾德推上了总统宝座。此时的哈塔米才发现自己已经无力对抗这支掌控了半个伊朗的军事组织了。
而在内贾德就任之后，后来的伊朗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上，都被革命卫队打上了深深的烙印。2009年伊朗大选时，内贾德就因为对革命卫队的偏袒受到了质疑，最后还是革命卫队发动上千万巴斯基在册人员，才稳定住了选举形势，让内贾德顺利连任。经过这件事后，内贾德不敢再明目张胆地帮革命卫队谋利，政策上也开始有意冷落革命卫队，内阁中的前卫队成员数量从9个下降到了7个。不过，这时候的伊朗早已经呈现出革命卫队尾大不掉的态势。2013年，内贾德期满卸任，继任者哈桑·鲁哈尼处处针对革命卫队。一开始，革命卫队还指望这位新总统能给自己增加点经费，结果鲁哈尼不但不给增加，反而削减了巴斯基的经费。谈到革命卫队在伊朗经济中的作用时，鲁哈尼公开表示，伊斯兰革命卫队并不是个人或私营企业的竞争对手，它不像任何其他普通的承包商。革命卫队应该承担私营公司无法处理的重大项目。鲁哈尼的言语间难掩对革命卫队阻碍私人经济发展的不满。发表这番演讲的同一天，他还撤掉了时任革命卫队总指挥的职务。4年后，鲁哈尼又在会见经济学者时抱怨，宪法第44条政策是为了将经济交给人民和让政府放手发展经济，但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将掌握在无枪政府手中的一部分经济活动移交给带枪的政府，这不是经济私有化。看上去，伊朗又要回到哈塔米时代，要么政府与革命卫队公开对立，要么强势一方给另一方使绊子。然而实际上，在经历内贾德时代以后，被革命卫队大量渗透的伊朗政府，实际上已经同革命卫队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虽然鲁哈尼表面上并不承认这种合作关系，然而在2017年伊朗爆发10月风波时，政府和革命卫队的配合却出人意料的默契。在双方的弹压下，30多个城市的抗议人群最后都销声匿迹。在如今的伊朗，革命卫队的态度实际上已经部分代表了伊朗政府的意志，而伊朗在当下中东冲突中的一系列行动，其实都是革命卫队在符合自身利益下的选择而已。